大家好，我是小欧，这期为各位介绍一下火星构造、庞大气层跟火星移民。这是近几年最热门的话题。尤其是美国伊隆马斯克跟 NASA 一直都想要去登陆火星。这到底可不可行呢？等一下我们针对这4个主题，第一个火星构造、庞大气层，第二个火星跟地球的差异，第三个火星移民。第4个火星地球化，来探讨一下火星移民到底可不可行。再看前面这张图，介绍一下火星的结构。地壳，厚度大概是50到125公里，主要由火成岩跟沉积岩组成，具有一些古老的火山跟撞击坑。在中间那层就是地函，在地壳的下方，主要是由铁跟镁、细酸盐组成。在过去可能有地质活动，但目前看来，火星的地函是属于静止状态。在这里面的是核心，半径估计在1500到2000公里之间，由铁、镍、硫组成的。火星的核心比较小且固态，使得火星没有像地球那么强大的磁场。长期观测火星，南半球比北半球还要高。北极盆地显示过有大撞击，推于45年前遭到冥王星天体撞击之后，而形成了火卫一跟火卫二，使得内核热能散溢出上地函，内部搅拌逐渐停止，无法以发电机原理持续对流生成磁场。火星的大气层95%为二氧化碳，3%为氮气，1.6%氧气，还有少量的氧气跟水蒸气。然后火星的自转走倾角跟地球相当，气候也是太阳系中跟地球最像的。火星离太阳比较远，所以表面接受到的阳光只有地球的3%。大气层比较薄，没有办法储存过多的热量，因此火星表面的温度为负的110度到35度。我刚刚有介绍过火星构造跟大气层，再就是来讲第二个主题，火星跟地球的差异。第一个就是倾斜角，我看像地球跟火星都有一个倾斜角，大概都是在23到24度这边的，这是很重要的，就可以产生四季。火星跟地球都有自转，像其他有的星球，像金星就没有了。所以它就是一面很高温然后一面很冷的。这个就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再第二个就是阳光了，距太阳更远了，它能够接受的日照就地球的43%了。它是符合这2点。在第三个，空气没有像地球拥有这个外核，可以产生那个发电机理论。火星是没有所以它就没有大气层，很稀薄95%都是二氧化碳水跟氧气呢，大概就很少0.4% 而已。第四个就是水，美国跟中国探测器都有探测到南北极的好几十亿年前留下来的地下湖泊。第一个，你没有大气层，没有地心引力，那个水就是会蒸发。这是很麻烦的地方就是火星呢缺少第三个跟第四个。
空气跟水了，所以火星呢比较不适宜人类居住了，能做个我们往外星系在移动的中继站，这没有办法大规模的移民跟殖民因为它没有氧气跟水。再跟各位介绍一下火星移民。登陆火星需要跨越2.25亿公里，距离地球最近的距离是5460万公里。这在史上是从没有发生过。最近的距离是5600万公里，发生在2003年。平均火星最近地球是2.25亿公里，光速大概是每秒30万公里左右。然后到达火星的话，大概是3分钟。最远的话是22分钟，平均12分钟。然后人类最快的航天器新视野探测号，速度大概是每小时58000公里，也要39天才可以到达火星。最远距离是289天，平均要162天。事实上，航天器要在行星周围轨道中移动，会大大的增加了地球跟火星的距离。那火星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物体。地球跟火星的位置都在改变呢。NASA 计算过，火星到地球大概要9个月。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下。寻找全新的推进能源是未来太空探索必备的路。核能因为很敏感所以没有成为航太器的动力之一。因为核能呢会产生辐射，会影响到宇航员的身体。这个也是要克服的困难之一。最近几年呢，研究太阳帆是可以更节约并且更高效的资源。已经在国际空间站测试了。那太阳帆要有在恒星的地方才可以使用。然后光线呢，它是无穷尽的能源，可以一直提供加速度。大型的太阳帆是当前的航太器的6倍。100公斤重的设备只需要3天就能够到达火星，可是却有很大的技术性要挑战。然后地球飞向火星，航太器需要经过一个椭圆形的轨道路径进入火星轨道，能够最大限度利用行星引力的轨道，让飞行更快、更省燃料。不过，航天器不可能吸到太多的燃料，只能够借助引力飞行，加速2次就可以到达火星的轨道。虽然2点的直线最短，但人类的航天器还不足以携带足够的燃料，也不足以无限加速，所以利用椭圆形轨道让火星的路程增加，是最经济的飞行轨道。这个时机大约26个月会出现一次。我刚有介绍过火星引力，我再讲一个重点。我们从地球出发呢，通常呢我们要借助行星的引力，这样才可以节省较多的能源。呈现一个椭圆形状，从地球这边出发，平均的话大概是9个月吧，到达火星。引力弹弓，我会节省很多能源。太空中的话，通常都是真空的，它的引擎呢，燃料的话，通常是液态氢跟液态的合成的。
实现了火星移民突破是很重要的。我这边有3点，第一点就是航天器。我们现在都是使用传统的引擎的，可以使用太阳帆我刚刚有介绍过，或者是还在研究的离子引擎电引擎，可以使用了混合动力。我们需要突破的地方才可能实现火星移民。第二个，我们成立那个国际太空站就是集合全世界的力量，在月球跟地球轨道正边建一个国际太空站。第三点，太空移民需要很大的资金人才，还有突破的科技然后未来的话就是要使用 AI，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实现火星移民。再跟各位介绍一下火星地球化，指的是通过改变火星的环境，使其变得更像地球，从而使人类能够在火星上生存和繁衍。在火星上建立太空站，然后利用土地上富有的铁跟细制成大型的玻璃保护罩。玻璃保护罩有可阻挡宇宙辐射的屏障，也可造成温室效应。通过加强保护罩的气压，在饮水分进罩椅，培养无土植物调节空气。罩内采电动模式，以太阳能、核能、风能为主要能源，用机械能天梯做地球跟火星物质交换。以下是一些主要的步骤。第一个，提高温度，通过引入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来提高火星的温度，使其达到适合人类居住的范围。第二个，引进水源，利用火星上的冰极可能存在地下水，使表面形成液态水。改造大气层，增加氧气跟氮气的含量，使火星大气更类似于地球的大气。第四个，种植耐寒的植物，促进氧气生产跟生物圈的形成。第四个，在讲到火星地球后，我们要移民到火星才至少要好几十年可能上百年。火星上面没有水跟空气这是很麻烦的。人先去建设研发 AI 机器去先行建设。充其量我只能当一个子星而已，可是需要我们母星地球的资源。材料上面只能带了简易的材料跟3D 列印机，然后过去火星之后就是就地取材。第二个能源的话，因为上面没有空气跟水初期的话你只能使用风能跟太阳能，最好是风能，因为上面听说沙尘暴很严重，就表示上面的风很强很强。然后太阳能的话，它的效率只有地球的一半而已，所以效果是比较差的。就是能盖个核能厂，能源就可以源源不绝，可以在上面生存，但也没有办法说太多的人在火星上面生存。